情况不对，你看着公主，我去召集大军。你到底是谁？月琴，我是你的娘子。你的钱儿，你的月下呀！我是你的娘子。明明是灭世妖女，为何我对你下不了杀手？月琴，你当真什么都不记得了吗？神君，切勿着了心魔。离光夜谭与您并无半分瓜葛，这一切只不过是他的狐媚之术罢了。末将这就助你杀了他。天军列阵！青衡，谭丹，我们来了。狄兰诀，子无，你们想不到父王把我关进少君府之后，你们经历了这么多事情。青衡和子无一将我放出来，我们便马不停蹄地杀了过来。不是说好了吗？我们做一辈子好兄弟。起阵！随我一起！停下！诛杀妖女！我说停下！神君，机不可失啊！退下！月琴，青衡和子无都在，他们都可以证明我方才讲的都是真的。嫂嫂，兄长在归墟负伤，身不由己，被父帝种下必念锥，将往事都忘了。好生歇息休养才是啊。唐儿近日可好？夜谭公主近来一直在昭露殿安居，陛下放心吧。果然有数日没见唐儿了，一会儿去昭露殿。陛下，你这是做什么？难道唐儿的？你告诉寡人，唐她现在在不在昭露殿？夜谭公主几日前跟陈月雪妃一起离开了，说是要去陈院为清葵公主报仇。陛下，您的身子一直不适，老奴实在不敢据实禀告啊，陛下。唐儿她还是去了陈院，寡人这就把她寻回来。陛下！
素芝，让嫂嫂静一静吧。神君走后，公主一直将自己关在焚元殿，我放心不下。素芝，你且放心，嫂嫂性格向来刚毅，应当不会有事的。青葵走了以后，少典有情便成为他心中最重要的牵挂。他这一路图力王，平沉渊，看似心智坚定，实则早已一身创伤。好不容易等到夫君，以为又能回到自己的身边，却又……本君是来斩除妖邪的。既然你孤身应战，本君便不与天君相压。你怎么了？我是你的檀儿啊，有情。你终究还是被种下了鼻念锥。就算你忘了身世，忘了天葩院，忘了发生过的所有一切，你还是不忍心对我下手。你对我还是有情的吧，对不对？只是，我要怎么把你从天帝手里救回来呢？吞帝，吞帝，檀儿呢？檀儿可还安好？您来的正好。谈谈没事儿，只不过这段日子变数频生，谈谈他……厉王死在了檀儿的手上，少典有情又不认识他了，他就这样一直把自己关在屋里面。我们大家过来看他，但是又不敢进去。您看……檀儿，父皇，檀儿，父皇无能，亲眼看你和奎儿遭人迫害，却连个公道都没有办法帮你们讨回，害你披坚执锐，与人为敌。父皇其实一直都在为我和姐姐着想。来的路上，父皇五内俱愤，生怕你因心头怒火驱使鲁莽行事，又落入厉王手中。可没想到你已入主沉渊，还与神君……父皇此来是想劝我放弃报仇吧？檀儿何尝不想回宫常伴父皇膝下？可是如今情势已经……父皇当了一辈子缩头乌龟，巴结这个，巴结那个，到头来还不是如蝼蚁一般被天帝玩弄于股掌之间。父皇何尝不想杀了天帝，为奎儿报仇？可父皇做不到。檀儿，你现在与天帝势如水火，我若再劝你放下心中怒火，便是让你任人宰割。多谢父皇体谅。天帝仁义宣扬四海，骨子里却比厉王阴毒100倍。父皇身无法力，帮不了你，只能尽力做到自保，让你无后顾之忧。檀儿，无论生死，父皇都和你同进退，陪在你身边。幸好嫂嫂身边还有吞帝相伴。是啊，本以为吞帝是4界之中最可恨的父亲，
想不到，现在却是檀儿最后的依靠。现在4界之内最不堪的父亲，就只剩下天帝。他说的啊。天帝所为，着实不堪，没有什么可讳言的。多日不见，你小子倒是长进了不少。这明辨是非、不论亲疏的本事，比你兄长还强。兄长自然是胜过我100倍的，只不过他总失忆罢了。哼，什么神君，什么4界修为第一人，一到关键时候就忘事儿。唉，你说他是不是当初因为割舍心欲，割坏了？你少胡说八道了。哦，我不说了，别生气啊。唉，因缘际会，实属难测。檀儿要不是冬秋的后人就好了。素芝，素芝，我知道，你跟随嫂嫂复仇，不单是为了青葵公主，也是为了自己。万年前，是神族屠灭了冬秋，害得你与父母死别。其实，自从我知道你是冬秋后裔之后，便一直想替神族和你说一声对不起。那都是万年前的事了。苏芝知道与您无关，您不必自责。嫂嫂身怀花灵，势必会与父帝决一死战，可你仅存一魄，其实不必要，非要扯进这场生死浩劫之中的。谢谢你一直惦记着我，但复活族人，是支撑我存活万年的心念。我可以替你，将巨灵玄灯再偷回来，帮你复活族人。您冒死前来相救，我已经很感激了。您帮我的已经够多了。你不必这样说。其实自打我……君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谢谢你。啊！清衡，你是我所遇见的最好的神族中人，但对不起，我无论如何都不会像叶檀那样受情缘所累的。清衡子无竟敢助纣为虐，私自下界相助叶檀，真是家贼难防。父帝，清衡和子无虽顽皮，但不至于正邪不分。先前我跟离光叶檀交手时，发觉他有我神族仙术，儿臣斗胆，敢问父帝，这离光叶檀到底是何等身份？离光叶檀，出生冬秋狂族，乃地脉子之花灵所化，与我神族并无半分瓜葛。有情，你受神族1000年教诲，肩上担负的是维护黎民苍生之责。面对凶煞邪祟，应当剑锋无情，休要被3言2语迷了心神，起了疑窦之心呢。儿臣谨遵教诲。沉渊一战，未能攻城，确实可惜。你也累了，早点回去歇息。朕还需要你护好这天界。是，儿臣告退。有情与叶檀交手之时，有没有记起些什么？并念追乃上古神物，玄生神君虽被叶檀扰乱了心神，却未有记起往昔。只不过什么？只不过神君本可在沉渊一剑将叶檀封好，却在要紧之时手下留情了。看来他终究是沉渊难断呐。离光叶檀身边帮手众多，难免会起攻天之念。千万不能让有情这个时候想起他。你去，寸步不离地跟着他。若有人想告知有情真相，立时擒杀。末将遵命。
神君回来了。神君，神君，此战可顺利？功亏一篑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本君折戟而归，你们却叫好，莫非你们都知道离光夜谭？您别怪飞驰多嘴，事已至此，飞驰不得不据实相告。您可知道？末将奉天帝之命前来与神君商议天军事宜，有劳飞驰和汉墨二位在殿外稍候。是。是。您请。事已至此，咱们还有什么好顾虑的？赶快将真相告知神君吧。你没看光天一直缠着神君，他肯定是奉了天帝之命来堵咱们的嘴。这天界之中，不知道还有多少像他一样的眼线，时时刻刻盯着咱们呢。你干嘛呢？那怎么办啊？此次出兵沉渊，虽未能擒住那离光夜谭，不过好在天军伤亡有限。你方才说什么？你要去杀了谁？儿臣主动请缨，诛杀东丘妖女离光夜谭。不可！青衡、子无，你们……兄长，你是不是也注意到我的新发饰了？是不是也觉得很特别？本君折戟而归，那就好。你们却叫好，莫非你们都知道离光夜谭？母后、青衡、子无，还有飞驰，他们好像都与离光夜谭有救。他到底是谁呀？离光夜谭，出生东丘狂族，乃地脉子之花灵所化，与我神族并无半分瓜葛。为何父帝要避重就轻，不肯让我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呢？月琴，我是你的娘子，你的前儿，你的月下呀！我的娘子。神君，神君，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神君，布星的时辰到了，请神君移步观星台。有劳将军稍等，本君去就来。将军，你应该知道我的来意。天地有命，任何人不得蛊惑神君，违者立斩。大人，夜谭公主跟吞帝到了。岳父。
玄武之尾，何时少了一口微月宴呢？今日，本君便将这微月宴赠你，愿你如星辰一般，在天璀璨，在地从容，担得起倾目仰望，也经得住黯淡平凡。趁你此时。本来以为挨过了错家的你我就能长相厮守，可是世事难料，还是把你我推向了正邪两边。就算你已经忘了，可是这个我不能。我们之间已经没有结。明日我便要发兵攻天，我们之间的事情已经来不及为你诉说。此时也许我们注定要一个在天璀璨，一个在地狱。所谓的配合，不过就是一场空。就算今生难再携手，我只求星辰不老，你我永不为难。本君以为，你就如同这微月宴一样，看似顽劣，实则自知不凡。今日，本君便将这微月宴赠你，愿你如星辰一样，在天璀璨，在地从容，担得起倾目仰望，也经得住黯淡平凡。该来的，终究还是来了。天意，离宫夜谭杀上天界了！灭世妖女，速召天将，护卫天界。天界守卫森严，你竟然这么快就上了九霄云殿，朕还真是小看了。少点萧逸，新仇旧恨，今日我们一起算。
你来得正好，助朕擒杀此女。父帝，便是混沌重启，四界不复，儿臣的剑锋永不向他。你想起来了？怎么可能？我明明派了光天，形影不离的看着你，怎么可能拾回记忆？忘记前尘虽易，忘记此情却难。难道父帝真的认为，仅凭光天一人就能制住儿臣吗？末将有负天地之托。朝向月看星河，无悔此一生与子成说。神君，神君，神君，桃儿，都怪我，是我没保护好你。不好，想往哪儿跑？你个火化将军！哎，人家叫王八将军，对吧？你们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我就知道你不会忘了我。末将恭迎天妃回见。你联络了神族守将，夺了朕的兵权，让叶檀率军长驱直入，对吗？父帝，儿臣昨夜便已悄悄上天，助兄长联络天军。哎，要不是我给你们做的万暇听音，你们怎么给谭谭传递消息，定下这兵不血刃的战策？所以这战绩也得有我一份。你们竟然做出这等辱父欺君之事，真是朕的好儿子。父帝，你给我种下必念锥，让我对挚爱之人刀兵相向，这是为人父该做的吗？你三番五次忤逆朕，眼中只有那个灭世妖女，你又将朕、将神族置于何地？我不想与你为敌，我割欲念、补归虚、九死一生，不是为了拯救四界的虚名大义，是为了保护我的家人，为了你，还有母神。父帝，我不想看你一错再错了，我更不想看我的爱人、我的亲人彼此相残。神族对冬秋万年忌惮，不过都是无端的臆想。儿臣恳请父帝交出巨灵玄灯，下罪己诏，为冬秋正名。兄长所言甚是，儿臣心中岂会无父无眷？儿臣们只是希望父帝能够知错能改，这也是父帝在儿臣年幼时教会儿臣的第一课。你们刀剑相向，这是在逼朕呐！就算朕肯答应，叶檀和那个冬秋后人，难道肯如此轻易的相饶不成？我来天界，不是来杀人泄愤的。况且你的死也不足以抵我姐姐一命。只要你交出玄灯，还冬秋清明，我便饶你一命。你们兴师动众地杀入我九霄云殿，
就为了一盏灯。好，朕给你。阿爹，阿娘，苏轼终于拿回你们和族人的亡灵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洞中并无花灵。你把洞丘花灵怎么了？你太天真了！你以为神族会留着东丘花灵万年吗？先帝当年是何等英明啊！他早就看出来灵婆祖师姑息幽柔，私自留下了这盏灯，聚灵玄灯。这便是那东丘的聚灵玄灯。东丘罪族以为将花灵藏于此灯，便有重生之日，呵呵，当真可笑。萧逸，朕带你来就是要你明白无恶勿尽的道理。为人君者，绝不能有姑息之念，养虎遗患。朕亲眼看着先帝以无上神果将洞中花灵全数焚灭，才第一次学会这帝王心术。那灯中老幼花灵受神火炙烤，死伤无比凄惨。当年朕何尝不是觉得先帝残忍？可朕明白，若他们不死，终有一日死的便是神族，便是四界百姓。万年来，庶几扶疏，自以为有朝一日能与父母重聚，没想到他们的花灵早已散灭。什么帝王心术？族人们要的不过是一方净土，安居乐业，这有什么错？神族安享四界荣华，为什么却连一个小族都不肯放过？苏轼，苏轼，哎，祖！东丘族是为了上树而死，秦桧更是为了保你自刎而死。你有什么资格杀朕？你有什么资格践踏朕的九香云殿？你才是害死所有人的罪魁祸首。公主别听他的，杀了他！自从你和秦桧是灭世双生花的消息传遍四界，便有无数黎民对天请愿，让朕与厉王杀了你们，保全四界。万民请愿又如何？神族傲立云端，
就是为了指引世人，岂能因为世人一时的暴力不安，而让无辜之人枉死呢？叶檀若存世一日，世人便会不容你一日。公主，你答应过我，要为冬秋讨回公道，杀了田地，杀了他，为所有的族人和清葵公主报仇。天帝，我向来便被世人认作是灾星，万年前是，如今也是，并非杀一人可逆。公主，苏芝，我已经废了他的修为，如今他已众叛亲离，就当是断了这万年的恩怨吧。公主，人心是斩不断的。桃儿，谢谢你放过他。都给我滚！走！都给我滚！啊！你们回。吞地，吞地，檀儿呢？哎，你别告诉我，他可否安全？吞地，您放心吧，天族各位将领都在暗中帮助兄长。嫂嫂分毫未伤，最后还心存善念，饶了我父弟的性命，兄长也恢复了从前的记忆。那他们二人呢？嫂嫂一回来便赶往洛威洞悼念青葵姐姐了，兄长也一并去了。姐姐，厉王已经魂飞魄散。天帝也被废去修为，檀儿给你报仇了。葵儿这是回应了吗？他听到了。听到了，桃儿，桃儿，桃儿，怎么了？桃儿，桃儿，桃儿，醒了，怎么样？啊，怎么样？对不起，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，我没陪在你身边。你知道吗？我突然失去了姐姐，我
我又失去了你，我感觉我就像是被推入了深渊。对不起，是我大意了，是我没保护好你，是我大意了，对不起。你是怎么记起我的呀？傻瓜，我们经历了这一路，历经千难万难，岂是那必念锥可以磨灭的？你还记得蓬莱降阙、星河漫漫，处处都有我们的记忆吗？这些是忘不掉的，也抹不去。嫂嫂，清恒，你一直在这儿吗？是。他可回来了？未曾。那日从天界回来，我见他心绪不佳，便想陪陪他，可他说想一个人静一静，我不放心，便想在此处等他回来。嫂嫂可也是来看素芝的。他现在连我也躲着，许是因为在九霄云殿的事情还在怨我。聚灵玄灯一事，神族行径卑劣，他心中定然是恨意难消的。我和他之间的隔阂，只怕是越来越深了。等他回来，我跟他聊一聊。你知道地兰诀和子无在做什么吗？上次陪父皇来看了我一次，就再也没见到他们。最近四界不太平，许是为本族的事情奔忙吧。清恒，你累了这么多天，赶紧回去休息吧。这如果有什么消息，我立刻派人通知你。好。自从你和秦桧使灭世双生花的消息传遍四界，便有无数黎民对天请愿，让真羽力王杀了你们，保全四界。走开！不要你管！我来给你看看吧。走，你这会坏掉的呀！走开！不要你管。把这位壮士扶起来。走开！壮士先以治病为主啊！走开！滚呐！就算是死，我也不要你治！走开！走开！诸位，小女因丧姐之痛，到沉渊复仇，误伤了诸位，实在是对不住。
寡人特地为诸位请来最好的医官医治伤口。如果诸位心中仍有怨恨，尽管冲寡人来，寡人绝对不走。但是恳请诸位先治病，切莫延误伤情。你的伤势怎么样了？手不要动，我来给你包起来。这儿疼吗？檀儿，你都看到了。我之前还在想，这陈渊军里，想杀我复仇的人应该不少。帝兰君和子无每次来见我的时候，都是行色匆匆，还一脸疲惫。父皇也是身形日渐消瘦，白发丛生。原来，他们都是在努力平息众人心中的怒火，在默默忽悠着我。是啊，屯地那日发现，有几个伤兵躲在此处，商议刺杀你复仇，就连夜赶回宫里，请彭医官带着大量的药品前来救治伤兵，安抚民心。在我们被四界追杀之时，他也曾想过跟神族与陈渊拼命，他想尽一切办法，尽他所能来保护你。他不想让我跟你说这些，是因为怕你多想，在添心上。四界不容我，杀我至极。我为亲人复仇，却又变成了他们的仇人。这善恶轮回，冤冤相报，我却还要连累父皇和朋友们。我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？檀儿，让我一个人好好想一想。姐姐，我想你了。我现在心里特别难受。你要是在我身边就好了，我想跟你说说话。你休了一个我，那我也休一个你吧，就当你还陪着我。姐姐，我想追杀过我们的人报仇。我以为我会成为全世界最狠心的人，可我还是放过了天帝。为此苏芝也怪我。方才我耳闻目睹的一切，都让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。姐姐，檀儿，多日不见，你憔悴了。姐姐，我想你了。好，檀儿，这些日子你受苦了。姐姐，我特别后悔，我后悔我在望良城跟你吵架。我后悔你在归墟的时候我没能拉住你。姐姐从来都没有怪过檀儿，更是没有离开过檀儿。我看到了你为我难过，也看到了你即使守住本心，没有让自己坠入复仇的深渊。我的檀儿，你做得好。可是世人偏见难除，双华的恶名恐怕也很难被洗刷。你我就这么被逼到绝路上，你不心痛吗？天命难改，人心难逆。你我既身为地脉子之，便注定有此厄运。怨天尤人，自损心神，枕戈自刃，伤人伤己。还记得我们在王两城的时候聊过吗？无论深陷什么样的泥潭，都要向阳而生，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。我这条命是姐姐给的，
这一生，我不仅为自己而活，也要为姐姐而活。姐姐，你放下，我也就放下了。我的好檀儿，你能想通，姐姐心里真的欢喜。你放心吧，有姐姐的在天之灵守护，还有友情，有父皇，有我那么多的朋友们，我会好好的活下去。我秀你呢啊！你教我。姐姐，姐姐，你是回来了吗？姐姐，檀儿，我呀，看你心情不好，特意去人间，给你准备了你最喜欢吃的馄饨。来，这是小菜。怎么了？你不喜欢吃啊？我给你换啊。姐姐和曼曼都为护我而死，爱我的人也都在极力地护着我。姐姐大仇已报，我心也安了。为了你们，我要吃饱睡好，好好的活下去。你呀，是我见过最坚强的姑娘。那你最坚强的姑娘，想要一份礼物。什么礼物啊？再为我放一次烟花。今日是10月初6。我又回来与这个世间交手，我的名声和时运比上一次更差。但是不论这一世怎样，我都会把它活得精彩。干嘛这么看我啊？我只是在想，除了魏月燕，你与一物也很像。何物啊？9死还魂草。这什么东西？怎么名字这么难听？它呢是一种草木，生命力极其顽强，哪怕半年不受水也不会死掉，就算是枯萎，遇到一场甘霖就会生龙活虎起来。你也如此，经历了这么多，这么快就能走出来？那我就是9死还魂草，也是受尽苦难，依然有人疼爱的叶檀。你们就是我的甘霖，有你们在，纵使外面风雨交加，我都不怕。我会竭尽所能，护你平安。什么叫你护我平安啊？你就这么瞧不起我呀？以我现在的本事，我护你平安还差不多。行，一切都听娘子的。怎么不信啊？那咱们试试看呀。
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姐姐，你现在在天上看着我呢吧？我的后半生是你用命换回来的。放心，我会好好的活下去。怎么会有烟花呢？你看这，雪飞，吞地，方才斥候营守卫兄弟来报，说玄商军他给夜谭公主放烟花呢。啊！嫂嫂现在有心情看烟花了，难道说嫂嫂想开了？这么说，檀儿好了，果然这就去找他。啊，吞地，你可真是高兴的糊涂了。现在呀，檀儿正和玄商君浓情蜜意呢，你怎么好去打扰呢？雪飞说的对，果然真是高兴的昏了头了。我看啊，谈谈最近寝食难安，清瘦了许多。要不明天我们给他做他最喜欢吃的火锅吧？嗯，好。牛肉锅还是羊肉锅呀？嫂嫂，谈谈。檀儿，谢谢大家为叶檀做的一切。叶檀，谢过。父皇，哎，好孩子，何须跟父皇客气？为父亏欠了你18载，现在所做的一切，是早都应该做的。父皇，您也刚经历了丧女之痛，还在费心为我做这些事情。姐姐虽然走了，但是我会替姐姐好好的活下去。我这条命是姐姐给的，我会替她做她想做的事，替她爱她爱的人。父皇，我既是叶檀，也是姐姐。您的2个女儿都在。所以到底是羊肉火锅还是牛肉火锅啊？吃牛肉的，多带几瓶好酒来，咱们一醉方休。一醉方休。他这一等又得1晚上了吧？真没想到啊！少典萧一这老头薄情寡恩的，生出来这2个儿子倒是有情有义的。我什么时候才能遇到次等良人呢？某些人啊，眼神不太好使。身在山中不见山呢。什么意思啊？听不懂拉倒。喂，古海潮，你有话说明白，你别话说一半呢，能不能行啊？你回来了？你一直在等我？是。见你伤心难过，我不放心，便想来寻你。可否愿意陪我一起出门走走？当然。去哪儿？随我来。
今日繁星璀璨，便想邀清衡你一同来赏星，一起说说话。你方才唤我什么？我唤你清衡，可有不妥？啊，妹，我喜欢你这般唤我。先前让你唤我清衡，你总是不肯，不是唤我二皇子，就是唤我清衡君，过于生分了。今夜，你不是神族二皇子，或是仙君，我也不是蛰伏于天界的冬秋小仙，我们只是苏之与清衡，赤诚的聊聊天。这苍穹之下，生灵万千，他们个人的祈愿犹如沧海一粟，能被上仙听到的几率，定是极其渺茫吧？是。但我当年的祈愿能被你听到，还受到你的关照，是何等的幸事啊！你，谢谢你，清衡。你终于承认自己是当年那棵小胡荽了。认识你之后，我时常在想，若我不是冬秋一族，只是那棵小胡荽该有多好。五仙小仙，孤身上天，饱受欺凌，幸得神族二皇子真心护佑，跨越仙阶，相守相伴，这样的故事，定能成为一段佳话吧。我知神族欠冬秋的血债无法偿还，但假若你愿意，我定会守护你一生一世，绝不负你。若假如能抹消一切，这世间哪还有那么多遗恨？我只能替那棵小胡荽谢谢你，谢谢你送他法卷，教他法术，谢谢你给他暖身的披风，谢谢你的关照和所有的真心，谢谢你这所有的一切，他无以为报，但他永远铭记于心。真的不用我们留下来陪你吗？原本还跟地兰诀说要一起吃火锅呢。三位仙师今日一早就遣人来说，天地修为被废之后，已不能理事。况且，苏芝被巨灵玄灯一事所伤，你们留在这儿也不利于他心情恢复。要不然还是先回去吧，火锅咱们可以改日再吃。行，那我先协助清衡料理好神族事务之后，便回来寻你，我们一起去过你口中说的寻常百姓的日子。怎么了？他是在担心苏芝呢。苏芝这几日一直不肯出门，他就在门外连守了好几夜，生怕他出事。我昨夜见到了他，他将我送的东西都还给了我，我愈发担心他了。我昨夜也见到他了，他心中还是有怨。你们留在这儿，反倒是叫他睹人思旧事。要不然，还是先回去吧。那便拜托嫂嫂了。那我们走了。走吧。
你看，可以呀。公主，见过公主。见过公主。公主，几日不见，您气色好多了。公主这一恢复，花容月貌又回来了。你们刚才聊什么呢？这么开心？凤儿这2天呐，胃口终于好了，她吃饭了。可不，也不挑食了。吃了5碗饭啊。她好多了吗？身体是好多了，可整个人啊更魔怔了，已经好几天好几夜不眠不休了。她怎么了？具体怎么了？要不公主，您还是自己进去看看吧。你这是在做什么？看书。哎，正好。这个是什么字啊？你字都认不全呢，怎么看啊？这都是哪儿来的呀？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，若地脉子之真的这么强大，岂会就这样消亡？我想找找有没有办法，让奎儿死而复生。但陈元杰一向善我，并没有什么术。我只好让斥候营的兄弟四处找来这些古籍。谢谢你愿意为我姐姐如此费心费力。可若真的有办法，四界岂会轻易放过我们姐妹2个？你来找我，怕不是专程来谢谢我的吧？我还想和你说，这乌大还关在长魂窟里，把他放了吧。这沉渊之主的位置我不要了，是时候还给沉渊储君了。你不做沉渊之主了？是，我不想复仇了。我还以为我不杀天帝你会怨我呢。其实那日亲眼见父王身死，我也不好受。如今天帝已经受到惩罚，我想奎儿心里也想得明白。现如今你的心也安定了，我奎儿的花灵也可以跟着安定些了。那我先不打扰你了。你要去哪儿？我去看看苏芝好点没有。你要是见了他，让他仔细想想，还有没有让奎儿复生的秘术传说？姐姐有你守护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对了，听说你要开始吃饭了，你多吃点儿，别让我姐姐担心你。公主可饿了，我刚刚做了胡荽饼，你快来尝尝吧。公主，那日在九霄云殿，苏芝说了许多红话，您千万不要放在心上。这顿好吃的，就当是我给您赔罪了。我不怪你，你当真就此放下了？既然公主已接过，天帝和厉王也受到了惩戒，我也该放下了。就像公主说的，宿命已然如此，该怎么活全靠自己。我想好了，未来我也要好好过。清衡方才走之前还一直都在担心你，若他知道你已经放下了，心里不知道要有多高兴呢。我一会儿就遣人给他送信儿去。不必了，公主，我会让清衡君明白我的心意的。有件事想和公主说，苏芝想搬走了。你要搬去哪儿啊？如今你已经……不是这样，我和有琴正打算远走他乡去做些生意，不如你去给我们做掌柜的，帮我们打理生意，正好互相有个照应。公主，苏芝离家太久了，想回家了。你想回东丘？你孤身一人的，四界对东丘的成见仍深。苏芝想回到熟悉的地方盖间房舍，就此归隐，公主就不必再劝了。好，我亲自送你回去。我父皇从宫里给我带了点御寒的衣物，还有棉靴和手炉，你等着，我一会儿都给你带上。好。奎儿，你好些了吗？
先前不知照顾花灵之法，我也不知该怎么做。我听闻苏芝姑娘这几日情绪不佳，等她稍微好些，我便去找她询问照顾花灵之法。对了，方才叶檀来看你了，他气色好了很多，想必是放下仇恨，心伤渐愈。唉，现如今一切都好起来了，唯有你没有回来。大人，苏芝姑娘到了。啊，见过朝奉殿下。苏芝姑娘找我有何事？苏芝今日便要回东丘安家了，临走前想来看看青葵公主，毕竟青葵公主是地脉子之花灵，与我东丘一族羁绊深重，同气连枝。这一去，怕是鲜少能见到她了。怎么这么突然？我还想找你询问照顾花灵之法。殿下别急，我这就将照顾花灵之法写下来。只不过这个方法有些繁琐，怕不好记，殿下请借纸笔一用。好说。海超，速速寻来纸笔。快去。好嘞，大人。苏芝姑娘，请稍等。海超，还是我自己去吧。大人，大人，纸笔来了。哎，苏芝姑娘，我家大人呢？大人去寻你了。哦，纸笔给我吧。哎。写好了，请古大人转交给殿下。我与叶檀公主还有约，先告辞了。慢走。朝风，救我！朝风，救我！葵儿。葵儿，葵儿，海超！大人，怎么了？大人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属下也不知道啊。有人碰过花灵吗？可除了您，再无旁人接近过花灵吗？等一下，那个苏芝，刚才我进来的时候，看到苏芝姑娘自己站在花灵旁边，我还以为她是在悼念青葵公主。哎，苏芝姑娘，我家大人呢？是苏芝，是她将葵儿的花灵调了包，快找她！是大人。没人。大人，方才苏芝姑娘说她与叶檀公主有约，不如咱们去叶檀那儿看看。好。三殿下，叶檀公主呢？公主与苏芝姑娘离开了。她没有说去何处吗？并没有。是。大人，您先别急，有可能是苏芝姑娘受叶檀公主嘱托，把青葵公主的花灵拿去击败了。糊涂！叶檀早晨还来看过我，她若想要葵儿花灵，可以当面跟我直说。反倒是这个苏芝，自从葵儿死后，一直怂恿叶檀复仇，此事没有那么简单。那大人，现在怎么办？苏芝曾说过要回东丘故地，我这就去东丘。你快将此事告诉少典有情。上次来这儿的时候太过匆忙，没想到这儿这么辽阔。以前的东丘啊，在圣树的庇佑下，人丁兴旺，牧野千里，光是这一片就有好几百户人家了。族长住在那边，他家宅子前有好大一片花田，我
和小伙伴经常去那儿玩。地麦子汁在哪儿啊？就在那儿。小的时候，我只要一推开窗就能望见你们。大家会将全年的收获都带到地麦子汁树下，摆下市集，以物易物。到了晚上，烹牛宰羊，制作百家宴。在享用宴会前，大家都会围着地麦子汁跪拜祈福，祈求族人们来年平安顺遂。享用宴席后，大家会围着地麦子汁载歌载舞。玄商君，不好了，苏氏姑娘偷走了青葵公主的花翎，也带走了夜谭公主。你可知他们去哪儿了？早上听她说，她要去东丘故地定居。我家大人已经先行前往归墟了。糟了，走！好啦，都说了，要好好生活下去的。好好生活。你打算把房子建在哪儿啊？那边。小的时候，每每有了烦心事，我就会在那边远眺归墟海，直到阿娘许我回家。这视野真好，每天在这儿推开窗，心情一定很畅快吧？就到这儿吧。苏芝再叫您一声公主，谢谢您对天界小胡虽的照顾。怎么搞得像诀别一样？你放心，我以后一定会常来看你的。只怕没有以后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此处离归墟极近，双花花灵在此，混沌之力受到诱惑，自然沸腾。双花，你从城封那儿把姐姐的花翎给偷来了！别挣扎了，没用的。我已将地脉子之残根注入你体内，再怎么挣扎也无济于事。你为何要如此对我？四姐对我如此狠心，连我族人的亡魂都不肯放过，我定要让她血债血偿。叶檀，再看一眼这世间吧，记住他最后的样子。楚风，我方才将东丘搜了个遍，没发现他们。
归墟异动了，这不可能！你不是已经以10重金身彻底补好了归墟封印了？双花聚首，混沌重启，难道叶檀和奎儿的花灵定在归墟深处？我去救他们。我和你同去归墟。大人慎重，您不曾修得10重金身，去了混沌漩涡就是死啊！朝风，没人比我更了解归墟，我去救他们，你们留在此处，用结界阻止混沌之力蔓延。但愿老五能救出他们。施法吧，来吧，大人。别挣扎了，四界将重归混沌，你阻止不了这场浩劫了。你是不是疯了？你明知道自己抵挡不了这混沌之力的侵蚀，你还是要开启归墟。我不怕死，我要复仇，我要让四界为我东丘族人们陪葬。我以为四界都视我为仇敌的时候，你会和我站在一起。在我姐姐离去之时，是你一直陪伴着我，我信任你，依赖你。没想到你连我也骗了。我何尝不是信赖你、依赖你？在攻上天界之前，你答应我要为东丘正义，你要让天地血债写上个结果呢。我不退让你连所有的仇恨都忘记了。四界让我失去了所有，我也要让他们尝尝绝望的滋味。这世界难道半点值得你留恋的东西都没有了吗？秦衡对你一片赤诚，即使知道了你是东丘族人，对你的爱护却丝毫没有减少。五仙小仙孤身上天，饱受欺凌，幸得神族二皇子知心护佑，跨越仙阶，相守相伴。这样的故事，定能成为一段佳话吧。我知神族欠东丘的血债无法偿还，但假如你愿意，我定会守护你一生一世，绝不负你。你说的对，若不是清河，我甚至都无法成为护髓。我对不起他。苏芝，苏芝。现在归墟尚未破裂，只要你及时把这残根解开，我们就都还来得及。既然你我都会死在这里，一切皆因归墟而起，那就让归墟了结这一切吧。苏芝，苏芝，爹，
要为你们的在天之灵了！素贞！素贞！归墟，这不可能啊！怎么会这样？出问题了吧？难道真是苏轼？神君方才赶去归墟了。天恒君，咱们也去支援吧。你们留在此处，我去看看。快点！坏了，这次归墟动摇，把我兽族的根基都动摇了。这次的侵袭比以往都严重，恐怕是出大事了。啊！要不要再修书给天帝呀？现在天界已无主，修书恐也无用。然而还在沉渊界呢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走那边！哎，小心！徒弟小心！徒弟，小心！徒弟，雪飞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苏轼将奎儿的花灵骗走，又将叶檀带去了归墟，这异象恐怕是归墟出事了。啊？什么？这事告诉玄商了吗？三殿下、玄商君还有海潮都已经赶往归墟，我们也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。寡人的女儿，寡人要去归墟。徒弟，这样，你先别担心，我跟子无先去看一下归墟什么情况。苏水，你照顾好屯弟和雪飞。好，走。屯弟，屯弟，大人，归墟开了，老五还没有救出叶檀和奎儿花灵，绝不能让混沌之力危及四界，否则她们姐妹就真的成了灭世之人了。撑不住了！我们一收到消息就马不停蹄地赶过来了。谭探呢？老五去救他了。想不到这归墟真彻底开了，兄长一定会把嫂嫂救回来的。我们现如今应该守护好这结界。
这里是冬秋。地脉子之，如今封印已成，4界既创。若有一日待归墟澄清，你的使命便结束了。这是霜花的记忆。原来，上神在上古时期就在洞丘以混沌为壤，赐下了地脉子之，才生出了我和姐姐的花灵。天道轮回，生生灭灭。原来地脉子之并非是灭世不出，我和姐姐的使命也并非是射尽清浊屠灭4界，而是分离混沌，澄清归墟。姐姐，是你帮我点亮了上神圣女。唐儿，归墟将毁，我带你离开。混沌之力越发狂暴了，不能让混沌之力外泄。停住！哎，你们看那里！是兄长和嫂嫂！唐儿，别怕，我一定会救你出去的。我回来了。这很疼吗？归墟已经彻底封号，从此不会再有人疼了。干什么？上神封印已毁，纵使集天下之力，也绝无可能重封混沌。你已经为了我，为了4界，做了太多的事情，现在也该轮到我了。嫂嫂，刚才在归墟的时候，我听到了上天留下的神谕：地脉子之乃上神所赐，只要我与姐姐花灵合一，便能发挥出地脉子之真正的威力，彻底分离混沌，平定归墟。你会死的，唐儿！这本来就是地脉子之生来的使命。也许是上苍怜惜，让我降世能够遇见你。这一世和你相爱，是我觉得最幸福的事情。孩子，
你不要做傻事啊！嫂嫂，族不想你死，嫂嫂。嫂嫂，你回来吧，神族定会有其他法子的。谢谢你们。我从小就在世人的怨恨中长大，也因为怨恨而成为了恶神。是你们不离不弃，一直陪着我，温暖着我。我一直不明白，什么叫做守护苍生，苍生为什么值得守护？但是现在我明白了，苍生之所以值得守护，是因为苍生有情。你替檀儿决定了一次生死，这次就轮到檀儿自作主张了。月琴，檀儿，裴岩，你哭什么呀？如今四界已平，你应该高兴才对。对不起，我没能保护好你，我没能保护好你。你做的已经够好了。我就是遗憾。你说，我要是九死还魂草该有多好啊！这样，我就还有好几条命，可以陪你过完这一生的。前18年，我没过过什么好日子，但是我不想怨他，因为是那些苦日子让我遇见了你。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天，我都觉得是我最幸福。
最快乐的日子。虽然时日不长，可是我觉得我前半生受的那些苦都值了。他，没事儿，我就是要走了而已。你们神仙活得久，那说不准下一世我就来找你了。有情，此生只守你一人，你不归来，不死，不灭。他，魏月夜，你送我的时候，你跟我说过，希望我和他一样，在天璀璨，在地从容。你看，我都做到了。你要是想我的时候，你就看看他，他要是傻了，那就是我在想你。我走了。诸位请起，请起。自打你降生起，便无端遭受了覆盆之冤，被世人伤透了心。可如今，你却能以德报怨，又大意击溃了所有纵曲枉直的非语恶言。你是父皇的好孩子，父皇。为你骄傲啊！我们果真没有看错叶檀这孩子。是啊，之前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，他都是临危不乱，有勇有谋啊。只是再也见不到他。也没人跟我们打麻雀牌了。哎呀，风儿，你有伤在身，不好好休息，却在这里翻书，你还在寻找复活花灵之法吗？这里记载了草木之灵，春风吹又生，万一滴脉子之也可以呢。母亲找我是有事儿吧？玄上君那日被混沌之力重伤，又痛失夜檀，不知现下情况如何？你要不要去天界探望一番，也好散散心呢？以他的修为，季邪上要不了他的命。母亲不必担忧，反倒是这丧妻之痛。
最是煎熬。我去找他反而是种打扰，还是让他静一静吧。哎，你小子可好些了？你出来了。馋昏窟的饭可好吃？我这次来啊，是为了2件事。这第一，父王的事情，我想通了，确实是咱们陈渊族不对在前，逼死了奎儿。如今这双花为救世而牺牲，保全了4界多少条性命，咱们得感激人家。这第二嘛，瞧你这半死不活的样子，看着就来气。奎儿如果在天之灵，看到你这副德行，他能高兴吗？你少一副了解奎儿的样子。我只让你振作起来。最初，我得知奎儿的死讯，还有父王又被杀了，我也感觉心痛的活不了了。可我还是挺过来了。倒是你，一直这么丧气下去，你母亲还有奎儿看到了得多心痛啊！咱们身为陈渊族的好男儿，就不应该让女人为咱们担心。过来吧，做甚啊？到大哥怀里，痛痛快快的哭一会儿。等哭完了，高高兴兴的过你的日子。去你的！怎么了？长兄如父，大哥这疼你。来，哎，别过来啊！再过来！你小子长这么高啊！走。拜见母神。母神，劳烦您从霞族回来看我。幼琴，你比上次越发憔悴了。祖师，可是这次归墟之行伤及内里了。回天后，君上有10重金身护体，并未伤及内里。以老朽之见，君上的伤乃是心伤，还望君上能好生休息，不要忧思过度啊。护我的不是金身，是檀儿。他在我最危险的时候，把我推出了结界，牺牲了自己，救了我，还有4界。3位仙师，这地脉子之是上神遗留之物，上古典籍中有没有复生之法呀？这上古典籍中关于地脉子之的记载极少，又何谈这复生之法呢？姚琴，父帝。父帝，我都听说了，为父对不起你。对不起你母后，更对不起天下苍生。4界蒙面，你和叶檀生离死别，这一切的一切，都是为父的错。归墟动乱，我这个天帝
本该身先士卒，倾覆归墟，却因贪图权力，让幼子担此重任。你和叶檀相爱，我由于偏见，让他们身死。我这个父帝的罪啊，真是百死难赎。了解。哎，父帝，不可！叶檀公主救世之举，为父钦佩有加。回想当初我的所作所为，着实惭愧，实不该再忝居天地之位。今日3位仙师都在，那就给朕做个见证。我看近日清衡一直在主理神族事务，众仙对他是赞誉有加。天地之位，不如让他继任。你认为呢？父帝，儿臣深以为然。清衡定能担此大任。清衡，做个明君，在你兄长的辅佐下，别走为父的路。清衡，清衡，清衡，定不负所托。起来吧。我不奢求你们的原谅，但是适才有一个法子，或许能助地脉子之重生。什么法子？他有法子。听闻草本一族愈繁盛灵力，便愈强。为父以为，可以在故地重建冬秋之景，让众人下凡，播撒繁花，祈其灵旨。一来可以为当年屠灭冬秋之事做个补偿，二来在冬秋草木众人的相助之下，说不定能够感召地脉子之重生。好，好，我即刻前往冬秋故地，筹备重建冬秋故地。飞智、韩墨，你们留在天界，好好辅佐清衡。是，神君。可是有亲，你尚有伤在身，不如等养好了再去吧。墨神，我等不了了。天后，就由着他去吧。能为小叶檀的事儿忙活忙活，有益他身心健康。有我们3个老的为他保驾，不会有事的。母神，子无也想一起去。韩朝，啊，大人怎么了？新任天帝要在故地重建冬秋，以万花之灵感召地脉子之重生。真的吗？真的，太好了，大人！
那要是2位公主真的能复活的话，那岂不是皆大欢喜了？你赶紧给我收拾东西，我要定居东丘，从今往后就是东丘子民了。你可别闹了，大人，人家草木一族胆儿都可小了，你这样过去给人家都吓跑了。你怎么会？不管他们是否能够救活奎儿，都是我的恩人，我会善待他们的。先前老五不是什么归墟使者吗？从今之后就是护花使者。护花使者，快收拾东西！这就是，来，收拾。多亏众神相助，才使这东丘重建这么快。是啊，这草木生长要赖40节气，但从前这40节气一直是由青衡兄长掌管。现如今兄长即将继任天帝之位，不知这40节气该由谁来负责？不如由本尊来吧。在天界待了数万年，天天就见着这2张老脸，无聊至极。这东丘重建，诸事繁多。可有的忙活了，应该有意思得起。况且本尊所思的是瑶池水，本就能助草木一族生出灵智。我留在东丘，说不定能早日召唤出双花之灵。如此甚好，那便有劳仙尊了。老朽也会特制为草木复灵的灵丹送来东丘，助双花重生。老朽也愿协力东丘，帮助2位仙师照亮东丘。多谢诸位仙师，我2个女儿在天之灵，必定感激不尽。寡人愿为诸位仙师所使，代表人族鼎力相助。谈谈是我好兄弟，我们兽族定也会出一份力。愿种花之灵能唤醒地脉子之，让嫂嫂和青葵公主重回人间。今后我就守在东丘，寸步不离，直到他们重生。我也是，我和你一样，寸步不离，直到花灵重生。花灵重生仍不知何时，你们都愿意这样等下去吗？岳父大人，不管千年万年，我会一直守下去。岳父，我相信我一定会等到那一天。好。愿双花早日重生。愿双花早日重生。奎儿，涵儿，你们听见了吗？四界在为你们祈福，你们看见了吗？这花团锦簇的世界。纷扰闪烁，照亮那昙花一朵，守护你我约定，不计命运的错。绽放刹那绚烂的花火，凝成它，我是你，你也是我。无论那混沌之力如何凶猛，那双花花灵坚如磐石。混沌之力流经双花花灵，被分为清浊2流，清气上升，浊气下沉，天地间豁然开朗。那这地脉子之双花并没有灭世啊，反而是救了这4界。对呀，这，我们以前都错怪他们了。哎呀，错怪了。见过天帝，霓虹上神。母神久等了。父帝，
哎，来，你的，该我了。天帝。见过天帝，霓虹上神。有劳仙尊终日忙碌，冬秋今日才得此盛景，有劳仙尊。如今这里已经被仙尊料理成了4界的后花园了，大家闲暇之余都喜欢来此相会。仙尊，功不可没呀。是啊，若是2位公主复生，朕定当好好谢谢仙尊。小公主在世时没少给我们带来欢乐，本仙尊和你们一样，也盼着他们能早日复生，这点辛苦不算什么。再说这儿有意思的很。我说你能不能往那边挪一挪？别吵！万一奎儿从这边长出来被你挡住怎么办？我不挪，我离得近，孩儿一生出来就能看见我。我说你能不能洗洗澡？这臭脚丫子味儿都飘出来了。臭死你！万一我错过奎儿复生的时刻怎么办？唐儿，你快长出来吧！我忍了这家伙1年多了，我怕我再跟他朝夕相处，我就喜欢上我了呗？我喜欢你，我劈死你啊！你以为我不想砍死你啊？你试试。哎，灼花重生了！哎，又双花复生了！仙尊，你怎么跟他一样呢？真的回来了，唐儿！哎呀，唐儿，真的复生了！苍天有眼呐！哎呀，唐儿，奎儿。是你吗？奎儿，真的是你啊！我终于等到你了，我就知道。你纯良至善，老天都不忍受你，奎儿。哎，唐儿，仙尊，怎么回事啊？君上，3殿下，2位莫慌，2位可还记得双花有袭击清浊2气之能？记得。这双花重生之后啊，花蕊紧闭，需要最纯净的清浊之物从外界输入，方能生存呐。何为至纯的清浊之物啊？你2人的心头血就是啊！取至清之血浇灌于青葵花灵，取至浊之血浇灌于夜檀花灵。等花开了，花蕊开了，双花就能自己从清浊2气中汲取养分了。双花之灵虽化而为人，然有一日身份大白于天下，4界皆欲除之而后快。未料双花摒弃前嫌，舍声望，以上神之约悉清取浊，终令归墟封印得解，混沌之气尽除。自此
世界永保安泰，世人皆称善。